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撕毁婚书，我改嫁纨绔，颠覆江山》故事解说。及笄之日的武侯府庭院，下人围着简清婉连连道贺，都说今日万家登门一亲，温润如玉的万红必定对他一见倾心。喧闹的凤城生里，简清婉心神恍惚，心底翻涌着不真实的战栗。他竟从满门惨死、含恨毒亡的绝境中重生归来，大梦初醒。他即刻回神，向贴身侍女苏儿求证，确认万家夫人与万红已然抵达前厅，专程商议二人婚事。清晰的记忆瞬间回笼，今日正是他前世敲定婚约，踏入万家门，坠入毕生炼狱的开端。重回8年前，所有悲剧尚未落笔，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。这一刻，简清婉暗立血誓，此生绝不嫁万红，绝不重蹈前世覆辙。京城人人称颂万红是品性端方、温润有德的清流公子，可唯有亲历过灭门之祸的简清婉知晓，这份温文尔雅全是伪装。他骨子里城府阴毒，自私凉薄，是彻头彻尾的衣冠禽兽。前世一幕幕血泪过往席卷心头，恨意与悔恨彻骨刺骨。万红当年执意求娶，从来无关半分情爱，只为觊觎武侯府的丰厚嫁妆，以及简父手握的军中兵权与朝堂威望。待他借简家势力平步青云，站稳脚跟，便立刻翻脸无情，罗织通敌叛国的罪证，诬陷简家谋逆，将赫赫扬扬的武侯府满门抄斩，屠戮殆尽。绝境之中，简清婉曾卑微跪地，苦苦哀求，只求他查明真相，还简家清白。可换来的是万红冰冷的嘲讽与残忍的坦白。简家灭门，从头到尾都是他一手策划。他甚至满脸嫌恶地贬低他，厌弃他武将之女的爽朗性子，嫌弃他为迎合自己刻意伪装的温婉呆板。直言灵动鲜活的简清燕，远比他有趣的多。前世的简清婉为配得上万红的书香门第之名，彻底舍弃了自我。他本爱策马驰原野，肆意度平生，却为他闭门习文，收敛锋芒。为帮他铺平仕途，稳固地位，他屡屡放下身段，屡次向娘家求取银两，倾尽武侯府资源为他铺路。数年卑微迁就，全心付出，最终换来的却是至亲惨死，家族覆灭，自己也落得一杯毒酒，含恨离世的悲凉结局。重生一世，回望过往惨剧，简清婉心神震颤。世人皆嘲荣国公府世子顾燕是顽劣纨绔，不学无术，放荡不羁。可他深知，顾燕放浪形骸的外表之下，藏着绝世风骨与家国大义。武王叛乱，朝堂动荡，是他力挽狂澜，稳住朝局；吏治腐朽，朝纲混乱，是他拨乱反正，肃清风气；越州山洪泛滥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是他倾覆灾区，治水安民，护一方黎民安稳。论心性、格局与能力，伪善的万红连他分毫都不及。思绪落定，简清婉不再迟疑，主动拦下途经的顾燕，直言追问其是否尚未婚配。突如其来的直白问询，让顾燕心生诧异。他望着眼前眉眼澄澈、气场凌厉、全然褪去传闻中怯懦温顺模样的简清婉，轻笑调侃，打趣他频频打探自己婚配，是想为己做媒，还是心生爱慕？简清婉坦然无惧，眼底满是坚定。前世他识人不清，错付终身，倾尽简家之力辅佐万红登顶朝堂，将寂寂无名的万家捧成权倾朝野的世家。而万红仕途最大的阻碍便是顾燕。多年来，万家不择手段构陷顾燕，数次险些令其身败名裂，身陷死局。深谙朝堂博弈的简清婉心知，敌人的敌人便是盟友。上一世他能助万红平步青云，这一世他定要亲手将他拉下神坛，让狼子野心的万家血债血偿。此时的简家前厅气氛和睦融洽，万夫人笑意盈盈，对着简家长辈极力撮合婚事，夸赞万红与简清婉青梅竹马，天作之合，直言简清婉温顺乖巧，品性极佳，当即敲定婚期，定下下月初完婚。满堂众人默认应允，婚事即将尘埃落定。就在此时，简清婉大步踏入前厅，当众高声否决，直言这门婚事他绝不答应。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全场，简母满心疑惑，连忙追问缘由，生怕女儿受了委屈，被人欺瞒。简清婉望着满心关切的父母，心中满是庆幸，万幸苍天垂怜，让他重生归来，所有苦难尚未发生，一切都来得及弥补。他迎着众人错愕的目光，态度坚定地告知众人，他执意要与万家退亲。此言一出，满座哗然。简、万两家的祖辈婚约，京城世家无人不知。如今婚期将近，简清婉骤然执意退亲，堪称惊世骇俗。万夫人满脸错愕，故作委屈地质问，自己素来将她视作准儿媳，悉心相待，实在不解她为何突然反悔，执意退亲。面对万夫人的虚伪和善，简清婉字字铿锵，直击要害。
当众撕破万家的伪装。他冷声质问：若万家真心看重这门亲事，接纳自己，为何万红婚前便私那2名侍婢为通房，夜夜相伴，奢靡放纵？真相曝光，全场哗然。万红与万夫人瞬间慌乱失态，手足无措。万夫人慌忙辩解，谎称是侍婢趁万红醉酒主动攀附，并非其子本意。随即承诺回府后立刻将2名侍婢尽数发卖，恳请简清婉谅解包容。简清婉冷眼洞悉一切，心底清明，前世这位看似和善的万夫人，实则面慈心狠。婚后纵容万红宠妾灭妻，处处搓磨刁难自己，让她在万家步步为艰，受尽委屈。这一世，她绝不会再被这番假意说辞蒙蔽分毫。她心思通透，权衡利弊，一眼看穿其中陷阱。此刻若退让原谅，日后定会被冠上善妒狭隘的名声。若执意追究，2名侍婢反倒会顺势坐实名分，安稳留府。无论如何抉择，自己都会落人口实，饱受非议。想通关键，简清婉淡然摆手，无需万家处置下人，就此利落送客，态度强硬，寸步不让。万夫人从未见过这般果敢伶俐的简清婉，往日温顺怯懦，任人拿捏的模样荡然无存。万红更是心生自负偏执，笃定简清婉是因吃醋闹脾气，一时任性退亲，终究爱慕自己，迟早会主动回头求和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万夫人只能带着满心不甘离去，暗自盘算日后再登门缓和关系。万家众人离去后，简大哥满心担忧，劝说妹妹退亲损耗女子名声，恐让她日后难寻良缘。简清婉态度决绝，直言万红品性卑劣，虚伪狠毒，绝非良人，自己绝不肯跳入狼窝。简大哥见状，当即无条件支持妹妹的决定。简父简母依旧心存顾虑，认为万红已然承诺处置侍婢，算是给出交代，没必要因一时意气毁了自身前程。面对父母劝慰，简清婉毫不妥协，郑重许诺定会揭穿万红伪君子的真面目，彻底曝光万家隐藏的野心与算计。紧接着，他抛出重磅秘辛，告知父母万家看似清正廉洁、淡泊名利，实则暗中勾结肃州王，私下来往密切。朝堂律法严明，官员严禁与外放皇子私结党羽，暗通款曲。此举暗藏谋逆祸心，绝非忠臣所为。简父听闻大为震惊，全然不敢相信素来名声清正的万家，竟敢涉足谋逆大计。望着女儿笃定沉稳的模样，简父简母满心震惊，却全然信任。简清婉心底酸涩悔恨，前世的她愚钝至极，无视至亲的真心疼爱，满心满眼皆是包藏祸心的万红，一味卑微付出，盲目托付，最终亲手将赫赫扬扬的武侯府推向覆灭深渊。他安抚父母，恳请二老将退亲之事全权交由自己处理，郑重保证绝不会折损简家门风。最终身败名裂，自食恶果的只会是心怀鬼胎的万家。他坦然告知家人，从前的自己一味温顺隐忍，委曲求全，从今往后，他要肆意坦荡，为己而活。简父简母看着性情大变、沉稳果敢的女儿，纵然满心不解，依旧选择全然信任，全力支持。与此同时，京城流传开一桩热议趋势，有人手持1枚专属环佩，全城肆意采购贵重物件，所有开销尽数记在荣国公府世子顾燕的私账之上。全城商铺掌柜谨遵顾燕吩咐，但凡持佩之人消费，皆由他兜底。百姓纷纷看透深意，知晓这位人人唾弃的纨绔世子是借市井之手，公然彰显对持佩之人的特殊偏爱。彼时的顾燕正居于京城文人圣地琉璃楼，与一众名士品诗论文，畅谈风雅。琉璃楼是京城文人学子切磋诗文、论道求学的聚集地。万红常年在此展露文采，收获无数追捧。凭一众诗作坐稳京城才子之名，美名传遍京华。为彻底揭穿他的真面目，简清婉只身前往琉璃楼。侍女苏儿满心顾虑，连忙劝阻：此地皆是男子论道之所，女子涉足多有不便，且万红在此，极易滋生是非。简清婉从容淡定，直言自己并非前来论诗，只为等候一人。他心知顾燕的专属环佩是陛下亲赐、独一无二的信物，此前收下环佩，便是刻意借全城商铺之口，将2人羁绊传遍京城，为后续布局铺垫。不多时，顾燕与人闲谈而出，与简清婉当众偶遇。万红见状，立刻上前攀谈，故作熟络的炫耀，当众谎称简清婉此前闹着退亲，不过是女子拈酸吃醋，小题大做，终究爱慕自己之身，迟早会回头求和。还大方邀约顾燕日后参加自己与简清婉的婚礼。顾燕态度淡然疏离，并未回应他的虚伪邀约。不等万红继续吹嘘，简清婉主动上前，当众直白质问顾燕：莫非早已忘却许诺，自己已然倾心于他，他又怎会出席自己与他人的婚礼？
这般大胆直白的告白，瞬间震惊在场所有文人。顾燕故作诧异，轻笑调侃他身有婚约，当众出言放肆，莫非是心生醋意？随即他假意客套恭喜万红大婚，言语之间暗藏深意，极尽疏离。在场众人纷纷附和议论，肆意贬低简清婉，称他粗鄙无才，容貌平平，根本配不上才华横溢的万红，纷纷为万红抱不平。面对众人对婚约在身的未婚妻的恶意诋毁，万红全程沉默纵容，毫无维护，借着流言默默树立自己宽宏大量、重信守诺的君子人设，虚伪至极。简清婉将一切算计尽收眼底，心底毫无波澜。时机未到，他并未当场拆穿，转而轻声恳请顾燕相助。他坦言万家极度看重施家颜面，绝不可能主动退亲，而简家主动退亲又会落人口实，损毁名声。因此他想借顾燕的名望，造势全城皆知他对自己一见倾心，非亲不娶，哪怕他身有婚约也执念不改。如此一来，万家为保全清流体面，必定主动退亲，既能斩断孽缘，又能保全简家名声。顾燕看穿他的缜密布局，心生佩服，故意调侃相助此事会让自己再多一桩风流虚名。简清婉坦然回应，本就身负纨绔名声的顾世子，何须在意些许浮名？为表诚意，他当即拿出2份重磅大礼答谢。第一份大礼便是揭穿琉璃楼的真实底细。这座被封为文人圣地的楼阁，实则是万家暗中经营的产业。万家表面淡泊名利，清高自持，实则野心勃勃，借琉璃楼收拢天下文人人心，为自家仕途铺路造势。除此之外，他更是爆出惊天秘辛：太子缠绵病榻，时日无多，日后武王必将叛乱，朝堂动荡。而万家早已暗中投靠肃州王，蓄谋搅动朝局。顾燕身为陛下亲外孙，朝堂忠臣标杆，与肃州王势不两立。此番真相让他彻底看清万家的谋逆野心。随即简清婉让人取来笔墨，当场提笔赋诗。彼时万红正被众人吹捧，当众吟出千古名句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引得众人连连赞叹，直呼其心怀苍生，格局宏大，诗作必将传世不朽。可众人转头便骇然发现，简清婉笔下诗文与万红星座一字不差。全场瞬间哗然，众人幡然醒悟，追捧多年的才子万红毫无真才实学，所有传世诗作尽属抄袭，不过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。苏儿目睹颠覆认知的一幕，满心震惊，全然看不懂局势逆转。简清婉望着忠心耿耿的侍女，心底满是愧疚。前世苏儿为护她周全，被万红百般折磨，惨死离世。重生归来，他暗下决心，此生必定拼尽全力护住苏儿，让她平安顺遂，安稳无忧。返程途中，苏儿彻底看透万红的卑劣品性，由衷感慨，终于明白姑娘执意退亲的缘由。身为未婚夫，当众目睹旁人诋毁羞辱未婚妻，却全程沉默纵容，毫不维护，这般虚伪凉薄之人，根本不值得托付终身。简清婉缓缓道出前世惨剧，昔日他识人不清，错付良人，与万红朝夕相伴，最终被他囚禁软禁，剥夺自由。而后万红罗织罪证，诬陷简家通敌叛国，致使武侯府满门冤死。今日当众复刻诗作，便是为让顾燕彻底看清万红的虚假才华与卑劣心性，洞悉万家的所有阴谋。回府后，简清婉即刻安排苏儿尽数收集万红流传在外的诗词文稿，留存全套抄袭证据，坐等时机彻底撕碎他的才子人设。同时，他特意吩咐苏儿高调将宫中御赐鲜果送往武侯府，刻意吸引众人瞩目，持续制造满城话题，为后续退亲翻盘、清算万家铺垫造势。皇宫之内，顾燕主动面圣，直言恳请陛下赐婚，成全自己与武侯府之女简清婉。圣上闻言震怒，斥责他肆意妄为，行事荒唐，直言简清婉早已与万家定下婚约，满城皆知，贸然求赐婚只会搅乱两家婚事，彻底损毁女子名声。顾燕毫无退缩，坦然细数万红劣迹，直言其表面温文尔雅，实则婚前私养通房，品性不端。简清婉品性纯良，通透果敢，若嫁入万家便是跳入火坑，自己此举实属救人于水火。圣上无奈叹息，警示顾燕此举会让简清婉声名尽毁，日后若被记恨，需自行承担后果。顾燕笑意四溢，满心坦荡，坦言早已将贴身环佩赠予简清婉，巴不得被他纠缠一生，永不分离。圣上知晓顾燕多年未避联姻，刻意伪装纨绔，败坏名声，如今终有心仪之人，无奈松口应允，只要简万两家顺利退亲，便即刻下旨赐婚。转瞬之间，顾燕入宫求赐婚，倾心简清婉的消息席卷京城，引发满城热议。众人满心不解，
传闻中懦弱平凡、无才无貌的简清婉，为何能让身份尊贵、俊朗不凡的顶级世子顾燕倾心相待？消息传入万府，万红怒火攻心，颜面尽失，怒斥简清婉放荡不羁、不知检点，公然勾搭顾世子，让自己沦为全城笑柄。万夫人连忙安抚，叮嘱他沉住气，切勿冲动坏事。随后，万夫人道出两家婚约的真实算计。这门亲事从来无关情爱，只是万家的朝堂布局。待日后万家权倾朝野，何种家人唾手可得，无需急于一时。他叮嘱万红暂且隐忍，只需静待简清婉嫁入府中，便可慢慢拿捏搓磨，掌控制衡。同时，他笃定是顾燕一时兴起招惹是非，绝非简清婉本心。为挽回颜面，惩治简清婉，万夫人即刻修书送往简家，打算借重规矩、严苛古板的简老夫人之手，狠狠教训简清婉，为儿子出气。简府之内，简父简母望着满城流言，满心焦虑不安。简清婉不再隐瞒，坦然告知父母，所有绯闻与造势皆是他刻意谋划，只为体面退亲，斩断与万家的孽缘。简父又气又急，忧心忡忡地劝说女儿，顾燕性情不羁，名声纨绔，这般造势只会彻底毁掉她的名声，即便顺利退亲，日后也难寻良缘。简清婉通透豁达，淡然回应，万家仅凭无根流言便猜忌诋毁，不信自己。这般趋炎附势、毫无真心的世家，这般充满算计的婚事，不嫁也罢。与其嫁入人心叵测、猜忌丛生的万家，不如独身坦荡，安稳度日。荣国公府内，老国公听闻顾燕真心倾心简清婉，意欲成婚，满心欣喜。多年来，顾燕刻意败坏名声，抗拒联姻，让府中长辈日夜忧心。如今终有心仪之人，愿意安定顾家。老国公倍感欣慰，得知简清婉尚未退亲，老国公唯恐良缘错失，即刻备好赏花请柬，特邀简家女眷入府，实则暗中相看孙媳，敲定缘分。同时，国公府也将请柬送往万家。此举彻底激怒了颜面尽失的万夫人，她当即决定赴宴，绝不示弱，任人拿捏。不久后，下人禀报，简老夫人收到万家书信后雷霆震怒，已然带着大房众人从老家赶赴皇城。万夫人闻讯大喜，笃定看重家族名声、恪守规矩的简老夫人，定会严惩简清婉，逼她上门认错赔罪。届时，万家既能挽回颜面，还能借机拿捏简家，谋取更多好处。简府门前，简老夫人怒气冲冲登门，满心皆是对简清婉的苛责与不满。堂姐简清燕趁机煽风点火，搬弄是非，假意劝解调和，实则暗讽简清婉不知检点，败坏家门。前世种种委屈与不公涌上简清婉心头。往日里，简清燕灵动讨喜，备受偏爱，而自己常年被祖母与大伯苛责打压，时时被拿来对比。祖母偏心从文的大伯一房，轻视征战沙场、保家卫国的父亲，亦瞧不上商贾出身的母亲，自幼对他严苛至极，日日灌输他不如简清燕，须事事忍让忘红的观念。常年的打压与 PUA， 将原本洒脱肆意的将门之女，磨成了卑微顺从、怯懦讨好的性子。最让他寒心的是，前世简家蒙冤覆灭之际，祖母第一时间与二房划清界限，逐出族谱，保全大房自身。重生归来，简清婉彻底挣脱束缚，不再隐忍。面对简清燕的搬弄是非，他当场强硬回怼，直言其当众诋毁嫡亲姐妹，实则暗讽祖母教养无方。一番话对的简清燕哑口无言，颜面尽失。简老夫人怒火攻心，当众斥责简清婉不孝放肆，目无尊长。大伯也顺势出声指责，痛斥他伤风败俗，不知悔改，让整个简家沦为京城笑柄。简母再也无法隐忍，挺身而出强势护女。他直言侯爷功勋卓著，深受圣宠。大伯身为兄长，无权当众苛责二房，肆意辱骂自家女儿。仅凭一封真假难辨的书信，众人便不分青红皂白诋毁苛责晚辈，无人探寻真相，无人顾及委屈，毫无半分家人温情。简母的强硬对峙，让全场瞬间安静。暗处观望的顾燕与友人将全程尽收眼底。顾燕友人由衷赞叹，简侯夫人飒爽果敢，气场十足，不愧是随军征战的女子，气度远超寻常深宅妇人。顾燕望着坦荡坚韧、是非分明的简清婉，心底爱慕愈发深沉。面对祖母与大伯的步步紧逼，简清婉毫无惧色，寸步不让，当众要求拿出万夫人书信全文，当众宣读，当场对质，绝不任由旁人凭空污蔑，损毁自身名声。简老夫人怒不可遏，拿出书信厉声斥责，直言万夫人信中字字清晰，是简清婉不知检点，主动勾引顾燕，才惹出满城非议，败坏万家名声。简清婉眼底澄澈清明，
淡然反问众人。此事传遍京城，人尽皆知。若万家当真委屈，认定他有错，为何从未登门问询求证，讨要说法？此前家人皆夸赞万家明事理，有气度，如今看来，万家只会暗中告状，背后算计，从未给过他半分自证清白的机会。言罢，他态度决绝，当众立断：万家无端猜忌，肆意污蔑，毫无信任。这门婚约无需再续，他今日正式表态，执意退亲，绝不委屈迁就，将就度日。大伯依旧不死心，斥责他知错不改，理直气壮。简清婉满心寒凉，坦然直言：外人误解诋毁他，皆可释怀，可至亲之人不分黑白，盲目苛责，他绝不能忍。事无不可对人言，今日他便亲赴万家，当面质问万夫人，若拿不出他举止失当的实证，便要万家当众赔礼道歉，为他洗刷污名。简清婉不惧权贵，刚烈坦荡的模样，赢得围观百姓纷纷称赞。众人直言他容貌出众，心性磊落，全然不像传闻中怯懦无状的模样。反观万家，遇事不敢正面对质，只会暗中搬弄是非，挑拨离间，格局狭隘，气度全无。简父简母心疼女儿无端受辱，受尽委屈，当即决定陪同女儿一同前往万家，当众厘清是非，为女儿讨回公道。简老夫人气急败坏，连声怒斥，却根本拦不住心意已决的一家三口。此时的万府之内，万红母子早已暗自盘算，笃定简老夫人定会押着简清婉上门认错赔罪，届时他们便可借机拿捏简清婉，制衡武侯府。即便婚事作罢，也能索要好处，保全颜面。万老爷再三叮嘱妻儿，万事以投靠宿州王，谋夺朝堂权位的大局为重，切勿意气用事，只需隐忍待发。日后简清婉嫁入府中，有的是时间慢慢收拾制衡。万家众人暗自算计之际，下人慌张来报，简清婉携父母登门，并非认错赔罪，而是专程讨要说法。万府门外已围满百姓，场面彻底失控。万家众人瞬间错愕心慌，震怒不已。万老爷气急败坏，怒斥夫人目光短浅，行事糊涂。原本可静待简清婉成婚入府，秋后算账，一封贸然的告状信，彻底打乱万家多年谋朝布局，不仅没能拿捏简家，反倒让万家沦为全城笑柄，错失投靠宿州王的大好局势。万府门外，简清婉立身人群前方，身姿挺拔，不卑不亢。他朗声直言，万家无端污蔑自己品行不端，举止失当，他不敢贸然入府，恳请万夫人亲自出门，当着全城百姓的面厘清是非，论定黑白对错。围观百姓纷纷附和，齐声呼喊万家出面对质，声势浩大，无人能压。万夫人万般无奈，只得硬着头皮率众出门。简父性情耿直，不绕弯子，当众直言质问：若万家认定小女行为不端，辱没家门，为何不当面问询求证，也不主动退亲，反倒暗中送信搬弄是非，纵容流言扩散，肆意伤人？万夫人依旧强词夺理，百般狡辩，声称万家顾全大局，心存宽厚，不愿宣扬儿女私仇，是简家得寸进尺，不知好歹。简清婉不再退让，步步紧逼，直言万夫人书信公然断言自己不守妇道，举止失当，如今要么拿出确凿证据佐证，要么当众道歉，为自己洗刷污名，否则便即刻告上衙门，依法讨回公道。万夫人自持世家底蕴，有恃无恐，肆意嘲讽简清婉，声称满城流言人人皆知，无需实证，皆是他主动勾搭顾世子，不知廉耻所致。简母心疼女儿反复受辱，连忙出声制止，拦下想要当众争辩的简清婉，不愿让她徒增难堪。简清婉温柔安抚母亲，坦言自己全然承受得住所有非议与委屈，绝不后悔今日当众对质，讨要公道的决定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，舆论沸腾之际，顾燕缓步现身，立于人群中央。他的到来瞬间掌控全场目光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顾燕的立场与态度将直接敲定这场风波的结局，改写简清婉与万家的婚约宿命，让这场关乎民生、婚约与家族命运的对峙迎来最终的关键转折。